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没错，就如同标题所见，我被加拿大房东赶走了。事情呢，要回到1月1号跨完年的隔天早上，我醒来的收到那一封 email，30天内必须搬走的通知。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很糟糕的住房经历，也希望这个经历呢可以提供给其他留学生或者是即将留学的朋友们参考。在1月1号跨完年，隔天早上呢就睡眼惺忪的起床，然后打开我的 email， 我完全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收到房东女儿的通知，叫我在30天内赶快搬走。为什么是房东女儿呢？因为我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 house， 满住的时候，我是跟房东女儿还有其他4位加拿大人，同样也是 Western 的学生，一起住在这个 house 里面。房东是住在别的地方，但是房东女儿呢是负责管理这整个家里的打扫工作的部分。我收到她的通知呢，她写漏漏等的，但是她的重点就是她没有钱，她不想要负担家里的维修费。他们觉得这些维修费呢不应该由他们来处理，应该要大家一起来维护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居住的时候呢，我和其他室友都没有破坏家里的结构啊，然后也没有造成任何家具上面的损坏，所以呢我们是正当的使用以及居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简而言之呢，他在这封信就只是说已经不想要管理这个房子了。我猜想他可能今年要把这个房子卖掉。我在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呢，是我觉得我的租约呢是签到7月，所以我下意识的是希望自己可以坚持住到7月。但是呢，我后来又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自己居然不受到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RTA， 也就是住宅租赁法的保障。原因是我们和房东或者是房东直系亲属共用厨房或是卫浴空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呢，我们签的协议叫做 Roommate Agreement。那这个 agreement 呢，其实是不受到 RTA 的保护，他们随时都可以把我们赶走，而且没有犯法。从那一天开始呢，一直到我1月6号、1月7号落地加拿大，我就夜以继日、没日没夜的每天刷新的房源，然后去联络房东，不管是视讯看房啊，或者是实际走访，我花了很多时间，也花了很多心力去找房。说实在，现在伦敦正在下大雪，要在30天内找到合适的房子非常的难。光是踏出家门有很多的积雪，然后你路上可能会滑倒，或者是你等公车，公车可能没有来，延误了，或者是它直接取消了，都有可能。但是呢，硬着头皮还是要继续找下一个落脚处。我在那一天落地加拿大之后，然后回到我这个住处，我一打开门，我发现哇，公共区域的客厅的沙发、桌子，甚至是吃饭的餐桌、餐椅，全部都被清空了，完全空的状态。以前这边还可以吃东西，他也把餐桌和椅子搬走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很像住在仓库里面，就煮完饭之后呢，只能端回自己的房间，或者是站在厨房自己把它吃掉。然后呢，我再打开我的房门，我也是很惊讶，我的房东竟然闯进我的房间，然后把他的椅子搬走。所以呢，我现在不管是办公、写作业，都是没有椅子的状态。所以我就把我的桌子转向，坐在这个床上办公。现在桌上有点乱，不过就让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是坐在要办公的时候，就是面对这边打字啊、看书等等的。然后镜头移到这里，更可怕。我从台湾回来，甚至不敢拆开这些东西，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行李箱从回到加拿大开始就一直这样摆着，直到我找到下一个租屋处，我再直接拎走，就非常的克难，但就硬着头皮还是得这么做，直到我找到下一个房子。每一天那个情绪的起伏真的都是非常的 dramatic。但是在崩溃之余呢，我们还是要找一些解决办法嘛。学校有一个部门呢，是专门咨询住宿啊、租赁相关的问题，所以有些房屋纠纷呢，都可以去学校的那个单位去寻求协助。所以我和室友呢，就在大概1月中的时候去学校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但是呢，他们只给我们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虽然他在道德上面非常的无耻，但是呢，在法律上面来说呢，其实他们没有错。学校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房子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房东的联系方式啊，然后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房源，让我们自己去联系。经过了大半个月的努力呢，我终于又找到了下一个住处啦。所以呢，我现在要开始打包，然后慢慢把这些东西都搬走。虽然呢，我原本是决定住到1月底，但是呢，我现在决定提前搬走了，是因为这个房子呢，在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 WiFi 已经被切断了，所以呢，我现在都是用我的手机流量。那我的手机流量也快用完了，所以我逼不得已必须提前打包搬走。经过这一次惨痛的教训呢，我也学到了一些事情，也希望未来有打算到国外留学的留学生们给你们一些参考，尤其你是打算在国外待个1年以上的长期居住留学生呢，你们非常需要注意这几点。首先就是你要很了解当地的租房法律。那我在之前呢，一直觉得加拿大是一个非常保障租客的地方，但是我签的租约叫做 Roommate Agreement， 这个租约呢，其实它是属于灰色地带，它不受到当地安大略省住宅租赁法的保障，所以如果你签的是 Roommate Agreement， 或是你跟房东或是房东的直系亲属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你随时都可能被赶走。再来就是你在找房子的时候呢，你尽量选择信誉良好的房东。我知道这个很难，如果学校有一个网页是 Off-Campus Website， 你可以借由学校的网站找到校外的房源，那你就尽量使用那个网站联系房东。然后你在跟房东签租约的时候呢，要是正式的协议，而且2个人都要签名。然后再来最后一点呢，就是你随时都要有 B 计划。如果你在这个房子呢不幸突然被赶走，你还知道有哪些管道可以继续找房，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哦。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我也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带给大家启发。那如果你曾经在留学时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的经历，提供给大家参考。这个频道呢，我也会继续分享我的留学生活。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内容，欢迎按赞、订阅、分享给可能也会对我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